这部被列入世界10大恐怖片的佳作是恐怖片爱好者必看的一部电影，同时也是导演温子仁奠定恐怖片大师的封神之作。友情提示：由于本片过于吓人，胆小的请及时艾特你的小伙伴一起观看。故事开始，梅姨在给儿子乔麦拍照的时候，发现相片中多出了一个身影。起初他还以为是相机的问题，可是接下来的日子，梅姨惊恐地发现，他每次拍照乔麦身后都会出现那个身影。可就在最近，梅姨发现那个身影离的乔麦越来越近，于是他不得不向教廷求助。教廷派出驱魔师罗琳来到了梅姨家里。罗琳来到梅姨家中以后，遇到了多年未见的师兄里根。里根告诉罗琳，有个东西一直缠着梅姨的儿子。随后梅姨就把他拍的照片拿了出来。罗琳看到相片后变得面色凝重，于是他们就把乔麦叫了出来。罗琳询问他有没有感觉家里的房子有不适的感觉。乔麦想了想，告诉罗琳自己最近总是做噩梦，在梦里有个人说是他的朋友，总是在他睡着后来找他。为了见到乔麦所说的朋友，罗琳先是将乔麦催眠，让乔麦进入梦中，然后他根据乔麦所描述的位置寻找朋友。罗琳将手伸入衣柜寻找。此时罗琳终于明白了缠着乔麦的是什么。原来乔麦天赋异禀，有着离魂的能力，在他睡着以后，魂魄就会到处游荡。附身灵就是这么招惹回来的。他想趁着乔麦魂魄离体的时候占据他的身体，可是以现在罗琳的法力根本不是附身灵的对手。于是罗琳只好封印乔麦8岁以前的记忆，让他忘记灵魂出窍的能力。转眼间30年过去，乔麦已经长大成人，并且有了自己的孩子。可他的大儿子道尔顿却继承了他离魂的能力。就在邪灵快要附身道尔顿的时候，梅姨想起了当年为乔麦封印记忆的罗琳。于是罗琳解开了乔麦的封印，让他灵魂出窍去找回儿子。乔麦不负众望，把儿子带了回来，可他自己却成了附身灵的目标。罗琳一个人在等待乔麦苏醒，他醒来后却掐死了罗琳。幸亏罗琳在断气前用灵体相机拍下了他的样子。随后珍妮进屋后看到罗琳的样子，惊恐不已。她捡起地上的相机，看到了真相。就在此时，乔麦突然出现，可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Elise! Elise! Your mom, get Dalton out of here! Call an ambulance! No, Elise! Oh no! 此时看到真相的珍妮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相信丈夫。很快他们就被送进了警局。在问话的时候，不想失去丈夫的珍妮一口否定了凶手是丈夫。幸运的是，罗琳脖子上的指纹并不是乔麦的。由于他们的房子变成了凶宅，乔麦一家只好搬回母亲家居住。可是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。到了晚上，小女儿的房间突然传来哭声，珍妮立刻就来到女儿的房间查看，结果小女儿并不在婴儿车里。低头一看，女儿居然掉在了地上。珍妮抱着女儿回到卧室，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乔麦。可是乔麦却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居然对女儿漠不关心。珍妮看到丈夫的态度十分伤心。与此同时，梅姨在卸妆的时候也遇到了怪事，一个穿白衣服的女人突然出现在她的身后。可就在梅姨壮着胆子开门的时候，出现的却是自己儿子。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儿子，儿子却开始劝说他不要疑神疑鬼，一切都过去了。儿子道尔顿也发现了乔麦的异常，他居然经常对着空气自言自语。当乔麦发现自己被偷听时，突然变得目露凶光。次日，道尔顿就把父亲的诡异行为告诉了母亲。可是白天的乔麦却变回了以前那个慈父。乔麦去上班以后，珍妮一个人坐在楼梯上思考问题。就在此时，学步车自己跑了过来。珍妮壮着胆子上前查看，结果她发现客厅里居然凭空出现一个白衣女人。白衣女人一闪而逝，珍妮急忙追了上去。可下一秒，女人的声音就从婴儿房的对讲机传了出来。听到女儿的哭声后，珍妮急忙冲向了婴儿房，可她刚到门口，房门就自动关闭。珍妮尝试着开门，门锁却纹丝不动。听到女儿的哭声越来越大，珍妮直接奋力撞开了房门。可诡异的是，屋内的女儿居然不见了。就在珍妮焦急万分的时候，女儿的哭声又从客厅传来。就这样，珍妮被打晕。另一边，罗琳的助手在收拾罗琳遗物时，发现了30年前给乔麦驱魔的录像。出于好奇心，二人就观看了起来，结果被他们看到了恐怖的一幕。于是二人立刻带着录像带找到了梅姨。
他们把画面高清修复后，惊讶地发现站在乔麦身后的居然是30年后的自己。为了弄清这一切，他们就请来了当年参与过这件事的里根。里根用了一种类似碟仙的方式进行了占卜，占卜结果就是一直缠着乔麦的恶灵来自一家叫圣母玛利亚的医院。原来梅姨年轻的时候就在那里工作，乔麦就是来过这里后才被附身灵缠上。当时有一个叫派克的老人已经奄奄一息，可是见到乔麦后，派克却变得力大如牛，死死地抓住乔麦。5、6个医生护士一起上，才把派克按回病床。可就在第2天梅姨上班的时候，却发现派克出现在电梯里。梅姨想让他回到病房休息，派克却一言不发地走出了电梯。来到护士站以后，他才知道原来昨晚派克就已经跳楼自尽了。为了弄清当年的真相，几人连夜就来到了派克生前居住的旧房子。很明显，这里已经30年没人来过。梅姨惊恐地发现这里居然挂着他见过女人的画像。随后里根通过占卜得知画像里的女人是派克的母亲。随后助手在房间内发现了一个暗室，他们进入暗室后发现这里居然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排排尸体。他们打开一旁的箱子，发现里面居然都是遇害者的新闻。一个幸存者介绍到，凶手是一个身穿婚纱的老女人。就在此时，里根看到一旁的婚纱，在他触碰到婚纱的时候，立刻就见到了恐怖的景象。原来派克的母亲是个变态，她最不喜欢的就是男孩，所以就把她当作女孩来养。长大后的派克就变成了一个女装大佬，他每次作案的时候都要化妆成黑衣新娘的样子。由于年龄的原因，在最近一次作案的时候不慎切掉了自己的3寸，于是他就住进了医院。本来想着以后能安心的做个女人，可在医院里他发现可以灵魂出窍的乔麦，于是当晚他就跳楼自尽，想要借尸还魂。得知真相以后，里根想要将派克从乔麦体内赶出，而其他人埋伏在外面准备接应，但没想到他们的行动早已被派克看穿，里根根本不是对手，很快就被放倒。等里根醒来时，发现自己的灵魂已经来到了异界，并且还遇到了乔麦的灵魂。两人举着灯笼前行，试图寻找到通往现实的路。然而他们却走错了时空，他们居然来到了前不久道尔顿灵魂出窍的时候。此时乔麦看到有一个黑影正在门口徘徊，接着黑影走进屋内，准备对他女儿下手。护女心切的乔麦立马冲到门口，双手猛拍房门。开门的正是当初的乔麦。由于两人不在同一时空，互相都看不见对方。这时女儿在婴儿房看见了黑影，她吓得大声尖叫。门外的乔麦心急如焚，强行破门而入，不小心触发了房间里的警报器。这里正好解释了潜伏第一步房门开着的原因。来到2楼以后，乔麦立刻就跟黑影缠斗在了一起。可是乔麦明显落了下风，危急时刻罗琳的灵魂及时出现，成功将其吓退。之后他告诉乔麦，要想彻底消灭派克，就必须找到他的恐惧之源。但什么才是他的恐惧之源呢？只有小时候的乔麦才知道。随后几人穿越时空，找到了乔麦年幼的时期，这也是那段录像里为何会出现成年乔麦的原因。几人在年幼乔麦的指引下，他们成功找到了一间密室。现实世界里，等待接应的珍妮和梅姨迟迟等不到里根的消息，准备回家看看什么情况。与此同时，乔麦的身体开始被派克的灵魂侵蚀，已经变得苍老无比。为了青春永驻，派克打算杀掉珍妮。只见派克扔出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，直接将珍妮放倒在地。就在珍妮快被掐死时，道尔顿突然出现，打了派克一个措手不及。珍妮抓住机会，赶紧带着道尔顿躲进了地下室。与此同时，乔麦在抑郁中找到了派克不堪的童年记忆，他被母亲伊娜强行改造，还遭受语言和肢体暴力。小小的孩子内心被强扭得不成样子，这份痛苦让派克至死都无法释怀，所以终成恶鬼。伊娜很快就察觉到乔麦等人。与此同时，躲在地下室的道尔顿再次灵魂出窍，去异域寻找父亲救命，而派克却砸开了地下室的大门。尽管伊娜死去多年，但他控制了派克一辈子，即使派克死去，他也还是资深妈宝男。伊娜自己婚姻不幸，更见不得派克窃取乔麦的人生，过着妻贤子孝的好日子。于是他怂恿派克杀妻灭子，继续做回他的乖女儿。派克本能的乖乖听话，立马便开始追杀珍妮，而伊娜则藏进一堆少女尸体中，特意逗弄乔麦。危急时刻，罗琳突然出现，用板凳救下了乔麦。另一边，没有了伊娜的控制，派克痛苦的记忆开始自然清楚。没有了痛苦之源，派克的魂魄很快就离开了乔麦的身体。而道尔顿也在抑郁中找到了父亲，并带他回到了现实世界。最终，乔麦终于变回了自己一家人，相拥而泣。为了防止他们再招来附身灵，里根又使用催眠术将乔麦和道尔顿灵魂出窍的能力封印。从此以后，里根和罗琳的灵魂组成了新的驱魔搭档。影片结束。